在地球同步轨道之外38000多公里高的太空中出现了一个幽灵，这个幽灵个头只有航天飞机的1/4，却独自在轨道上悄悄运行了超过1年。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他最近突然表演了一出天外飞仙，主动俯冲进大气层边缘，像打水漂一样利用空气的阻力把轨道高度硬生生杀了下来，而且只消耗了极少的燃料。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美国太空军的 X-37B 无人轨道试验飞行器。从它首次升空以来，这架由波音公司制造的神秘小型空天飞机就一直是全球军事界和航天爱好者们眼中的太空魔术师。它在太空中累计停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惊人的4200天，但直到今天，它执行任务的具体细节大部分仍是最高机密。也正因为这种守口如瓶，外界对它的猜测从未停止。它到底是披着科研外衣的太空间谍，是能够捕获或摧毁卫星的轨道杀手，还仅仅是官方宣称的技术试验台？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要从最近的这次 OTV7 任务说起，因为它实在太过反常态。过去 X-37B 虽然神秘，但它的活动范围大多在近地轨道，高度通常在177公里到805公里之间，这是侦察卫星和大多数航天器常驻的居民区。然而在2023年12月28号发射的第7次任务中，美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首次动用了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要知道，这枚重型火箭的能力远超以往用于发射 X-37B 的宇宙神5号火箭。结果 X-37B 被送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椭圆轨道，它的远地点甚至达到了近38838公里，这已经接近了地球同步轨道的极限范围。这好比给一辆设计用于市区代步的小轿车突然换上了 F1 赛车的引擎，直接让它去跑无人区。为什么？在这么高的轨道上运行，传统的对地观测效率会大打折扣，而且代价更高。所以很多专家推测，这次高轨道的任务很可能是为了演示和验证在高轨道上进行监视和接近其他航天器的能力。毕竟太空中的高端卫星，比如导弹预警、GPS 或战略通信卫星，往往部署在更高更关键的轨道。更绝的是，在轨道上停留了434天之后， X-37B 还首次公开宣布执行了空气制动机动。简单来说，它利用自身翼展和特制的耐热材料主动占了一下大气层。这个动作就像太空中的刹车片，通过利用大气阻力来减速和改变轨道，它节省了宝贵的燃料，实现了高效的轨道机动。前美国空军部长希瑟威尔逊曾透露， X-37B 可以在这种像鸡蛋一样的椭圆轨道上运行，并在靠近大气层时进行转向，让对手不知道它接下来会出现在哪里，这会让他们发狂。这种神出鬼没的轨道机动性正是 X-37B 最大的战略价值之一。在未来日益拥挤和充满竞争的太空环境中，能自主灵活且低耗的改变轨道，是躲避追踪和执行任务的生存法则。回顾历史， X-37B 的出生就注定不平凡，它的血统里充满了技术验证和军事转型的基因。故事得从上世纪末说起。1999年 X-37B 项目最初是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手里孵化的。那时的目标很单纯，就是想研究出一款未来探索者，目的是验证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技术，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当时 NASA 还搞了一个按比例缩小的试验机 X-40A， 在2001年进行过低速低空测试。然而到了2004年 NASA 觉得这玩意儿跟自己长期目标不符，大手一挥，把 X-37项目转给了军方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这一转手，事情的性质立马就变了。一个原本用于和平探索的技术验证机，瞬间披上了国家安全的外衣，很多细节被列为了机密。 DARPA 接手后，继续搞了几年的地面测试，包括波音制造的 X-37A 的空投实验。最终在2006年11月，美国空军宣布以 X-37A 为基础，正式启动了 X-37B 轨道试验飞行器项目。自此 X-37B 彻底从实验室走进了战略布局，并最终在2020年成为了美国太空军的核心资产之一，归属旗下的太空实验中队，负责在轨运营和控制。从民用探索到军方绝密平台，这个转变不仅反映了技术的成熟，更体现了美国对太空控制权的极端重视。他们认为，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地球。X-37B 的诞生，就是为了填补美国在载人航天飞机退役后，在200公里到400公里轨道高度的力量空缺。那么 X-37B 这个家伙到底长什么样，有什么独门绝技呢？
从外形上看，它就像是退役的航天飞机等比例缩小了1/4的模型。它的尺寸并不大，长约8.8米，翼展不到4.6米，起飞重量大约4990公斤。它的载荷舱面积大概也就是一辆皮卡车斗的尺寸，长约2.1米，宽约1.2米。但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首先，它是一架无人驾驶的飞行器，这避免了载人航天器所需的复杂生命保障系统和救生系统，结构重量大大减轻，同时也更适合在恶劣的太空环境中进行军事应用。它依靠火箭垂直发射升空，一旦在轨，电力主要由砷化镓、太阳能板和锂离子电池提供，这使得它能在太空轨道上长期驻留，其在轨时间屡次打破纪录。例如，第6次任务就在太空中待了惊人的908天，将近2年半。其次，也是最核心的技术，重复使用和自动返航着陆。X-37B 采用了一套全新的复合材料和新型可重复使用的防热系统，能够在重返大气层时抵御高达1800摄氏度的高温。在地球大气层内，它本身没有动力引擎，像一个滑翔机一样，通过一套高精度导航系统和自动着陆系统，自主降落在跑道上。这种垂直发射、水平降落的模式，结合了火箭和推力的飞行的灵活性。但真正让 X-37B 成为战略级玩家的是它的机密性和隐蔽性，这才是它的致命秘密。X-37B 配备的机载推进器具备强大的轨道机动能力，它可以在轨道上提升或降低高度，改变位置。这就像在太空中表演魔术，一般的卫星轨道是可预测的，就像一辆开在固定轨道的火车，但 X-37B 可以在对手看不到地球的另一侧，短暂跳进大气层的上层，利用大气阻力来减速和改变轨迹，然后再弹射出来。这不仅节省了大量的燃料，还能够让地面追踪者对它的下一次出现的位置彻底失去预测。OTV-7任务已经首次成功展示了这种首创的气动制动机动能力，目的是为了安全地处理服务舱组件并降低轨道。这种灵活性是传统卫星望尘莫及的，使得 X-37B 成为了一个轨道上的幽灵。那么这架幽灵战机在轨道上到底干了什么实战任务呢？军方官方的说辞一直很谨慎，称 X-37B 是进行太空实验、风险降低和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概念开发的平台。但通过它已经公开和半公开的几项任务，我们能窥见未来的战略趋势。首先，它是名副其实的技术测试平台，它测试了多种新技术，有些已经用于军方的实际卫星项目。例如，在第4次和第5次任务中，它试验了霍尔推进器这种新型离子发动机。霍尔推进器比传统火箭燃料轻得多，但能提供持续推力，大幅提高航天器的机动性和长期在轨能力。这对于需要频繁调整轨道以保持高度的低轨道卫星至关重要。它还测试了震荡热管技术，这种散热设备能将导热能力提高到铜的45倍，对于长时间在轨运行的精密电子设备来说是续命的关键。其次，它在推进未来空间战力的构建。最近的几次任务，特别是第7次和即将到来的第8次，揭示了美军对下一代太空战争的野心。在 OTV-7 任务中， X-37B 首次进入了高椭圆轨道。专家推测这可能是为了测试高空红外传感器或其他新型传感器，以便更好地感知太空域环境，在高轨进行观测和实验，其难度和战略价值远超近地轨道。而2025年8月21号发射的第8次任务，更是将技术测试推向了科幻小说的境界。OTV-8 任务将搭载2个核心实验：战略级量子惯性感测器和激光通信演示系统。量子惯性感测器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玄乎，但用大白话说它能通过侦测原子在极微尺度下的变化，实现无需依赖 GPS 信号就能够精准定位和导航的能力。在战时， GPS 系统一旦遭到干扰或失效，这种量子导航技术将是太空军保持自主作战能力的定海神针。而激光通讯则是解决太空信息高速公路的带宽问题。与传统的射频通信相比，激光通信使用红外光束，数据传输容量更高，且信号外泄风险更小。OTV-8 将测试与商业低轨卫星进行跨卫星激光链接，这有助于美军构建一个多元且分布式的卫星网络，大幅提升通信架构的抗干扰能力和韧性。X-37B 的故事绝不只是一个军事武器那么简单，它更像是太空战略演进的一个风向标。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长钱斯·萨尔茨曼将军曾说， X-37B 的任务正在为未来的潜在美国无人航天飞机设计提供数据。换句话说，
X-37B 本身或许只是一个实验室，但它正在孵化下一代塑造太空优势的决定性技术。它测试的量子导航和激光通信指向的是未来太空资产的韧性和自主性。在一个越来越拥挤和充满竞争的太空环境中，如果卫星被干扰， GPS 被切断，谁能依靠自身能力继续导航、高速通信并改变轨道，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X-37B 正是为这种反常态的未来太空站环境而生的平台。X-37B 通过可重复使用的模式，大大降低了太空实验的成本和风险，使得太空技术可以像地面技术迭代一样快速测试、快速返回、快速升级。这种航班式的太空通道正是美国保持太空技术边缘的关键。那么问题来了，随着 X-37B 不断突破轨道和技术的极限，你认为这种兼具长续航、高机动、可重复使用特性的平台，最终将定义未来太空领域的哪个核心能力？它到底是和平探索的技术先驱，还是引爆新一轮太空军备竞赛的潘多拉魔盒？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期待我们一起继续探讨。